这是责编，这是小编，这是羚羊，这种时候最好笑。算不算你的最终目标？他算我择偶的最终目标。啊，俺也一样。感觉华语的天花板应该是他嘛。还有标志性那种邪魅一笑。可以去做那个领校园给的反应好足啊！这个都能马上懂啊。观众知识面蛮广，足浴五哈，夹克行不通，谁动了过去的保温杯？观众都会破梗。那这稿子已经成了，打在纪凌尘麻筋上，应该是 Talking， 我觉得。肯定 talking 了。给到一个人上人。那我给到一个顶级，让我们期待一下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Jerry， 是主咖的编剧。Hello， 大家好，我是羚羊。Hello， 大家好，我是火火。我们都是一组的，我们是一组的，我们是一组的。这是责编，这是小编，这是羚羊。为什么？他不在的话就是藏羚羊。好，开始前我们可以聊一下，是吧？平时闲暇时间会做些什么？喜欢追剧吗？我会追，我会追。会追。我以前会追美剧，这次写严屹宽老师特意去看了一下主剧。然后最近一次给影视剧充会员是哪部剧？你应该是主语吧？我应该是主咖。我也是主咖，对，我也是主咖。影视剧主咖算综艺，哎，但是充了主咖是不是可以看主语啊？对，因为他们是同一个平台的。对。好的，哇，我们的答案简直是滴水不漏。完美，对。有请张凌科的 OK， 看一下吧。严屹宽。哦，底下在喊帅了啊！那这稿子已经成了，已经成了。他成立的，已经成了一半了。帅的。嗨，大家好，我是又开始邪魅一笑了，还有标志性那种邪魅一笑。其实我本不应该来此的，因为我不会说脱口秀。节目组跟我说没事啊，你找你主要的原因是说观众说这个节目不好看。我看了一下，还可以，可以。确实我得来，但是还是太拖了。对。哦，可以，有反馈就行。现在好看了吗？只有纪凌尘跃跃欲试。最害怕的就是问观众不好看吗？观众说还好吧，还好吧。我是天涯四美中啊，可以，唯一一个有时间来的那个。有的时候我刷到自己的视频也会老脸一红，毕竟我从业30年了，演了上百个角色，萧十一郎、燕青、观众好捧他等等，大家给的反应好足不错。只叫我。来了，我要看还有多帅，看多帅。这是什么？他刚才反手挠了一下自己的。他也没有孙悟空吗？对呀。但是大家这个我等一下必须要提一下啊。这个动作是他自己设计的。正经科班毕业的演员啊，纪凌尘他上无限超越班也是为了磨练自己的演技，他好像还是有点慢慢的。同时他也做到了磨练所有人的演技。但观众给的反应是那些老戏骨们都磨得没脾气了，给宁静老师整无语了，宁静老师的拳头都拧紧了。来了，宁静老师也是有问题的，他没有因材施教，以纪凌尘的水平，宁静老师得这么教。胡萝卜，纸巾，哇，真棒！还行，这个还行，就加了一个哇，这边出来了。我实在是撑得太久了。对，这段是出来了。我很羡慕郭超老师，我的长相呢差辈儿了，容易让人忽略我的演技。他为什么每次到最后2个字一定要？对他是一句半，然后再读半句。小鲜肉时期就已经老戏骨化了。这个老戏骨会有怒音啊。曾经说过。皮囊被毁之时，成就大业之日。看徐志胜，大业已成。好，这句还可以。我觉得该用力的时候，这种戏腔的其实他是 OK 的。这个年纪就演上男1号了，起点比我高了很多啊。理解志胜，如果他去演群众演员，很容易跟群众打成一片。那都破梗。
哦，念对了，群众群起而攻之，大声诘问，为何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这段我觉得挺好的。该当话剧演当话剧演。对，大家总说李雪琴演啥都像李雪琴，我觉得是口音问题啊，就是你老是带着东北口音，就很难让观众带入其他的角色。不像我每次表演的时候，可以，我觉得他就这种时候最好笑，真的。标准的普通话。他的感受那个啥，我感觉老好哎。你看，你看嘛，肯定能出来的。阿哥，就让他自己气口是对的，其实是对，是对的，这边挺好的。生活在球迷啊，哎，难道我得这个样子呀？做了，记住了，还可以。其实，在我的心里面，没有什么鄙视链，短剧演员也好，脱口秀演员也罢，大家都是演员。影视寒冬呢，需要大家一起抱团取暖，对吧？谢谢大家。可以。演艺款告退。还可以，我觉得还行，还不错，比我想象的好很多。因为说老实话，演员第一次讲成这样可以了。而且我觉得，因为观众也很捧，他一捧他就越来越慢，但他没冷就挺好的。他就是太想把每句台词讲清楚了。对。先聊一下那个吧，就是我们作为严屹宽的编剧，见到他第一感受是什么？很帅，刚见面还蛮热情的。他比较没架子，我感觉。对，比较平易近人，也很爱家庭。那天跟我们芹菜完还去接小孩了。对，接小孩。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跟他聊的时候，他一般要引导很多才能说，但是严屹宽好像一坐下来的时候，自己就比较想交流，这点挺好的。他自己也有蛮多想法的。除了他之外，职业理想最终目标是跟哪个艺人合作？哇，这个有点多了。那挺多的。严屹宽算不算你的最终目标？不算。他算我择偶的最终目标。可以，好，这个帮他播出去吧。这个帮他播出去。他算我择偶的最终目标。其实林阳得说一下，因为林阳是算是新人，他这次刚来的。林阳这次合作的，觉得你最喜欢的是哪个？林书豪。OK， 这个应该是我们的共识。我们共识，大好人。严鹤翔老师紧随其后吧。不行，我们这有点端水。对。其实我倒是觉得那个我们很早以前有一次在后台讨论，记不记得以前有一次脱口秀节目成龙来过？然后我们那时候有在几个朋友在后台也是编剧，然后我们在开玩笑就说，如果成龙来了，是不是这行会以后有一点食之无味了？因为感觉华语的天花板应该是他嘛。然后后来就在想，应该是只剩周星驰了。但说到周星驰，如果让我选，我还真的会蛮想跟周星驰合作。但是我很难想象给周星驰做编剧，因为我觉得他自己本身其实的编剧人格也很强。这个是我第二个想说的，就当我们说最终目标的时候，可能是用自己娱乐的标准说我们自己想见到的 idol 或者偶像，但其实真的作为工作合作伙伴的话，很多时候会有意外之喜的。是的，比方说跟他的时候，他的职业精神、他的礼貌会打动我们，我们会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对，而且我感觉第一反应是那种很有特色的人，大家会觉得他的稿子很好写，但反而那个时候会有局限性。但是有的时候，包括像我们前几期节目，比如说有的时候，比如说延安啊、耿大勇这种，之前大家不太了解，然后编剧给他们写完他的表演，会让大家很惊喜。其实我们看严屹宽的时候，我们很难做到真情实感的 reaction， 就是当喜剧变成工作以后，他还是工作大于喜剧的。我们每次会看自己的嘉宾写，会很紧张的。就如果我们刚才在 reaction 时表现的比较严肃，也不是代表严屹宽老师演的不好，反而他这边应该是挺好的。对，挺好的。他上台之后自己就打开了，他跟观众连接之后，自己就进入到那种状态，蛮好的。给严屹宽鼓个掌吧，来。帅哥。大家好，我是袅袅。袅袅真是个妆可去的。袅袅这妆跟中女长得好像。嘉宾呢，就是全靠信息不对称，行骗受骗，虚假宣传，就好像那种海报里有沈腾的电影，是吧？观众进去一看，含腾量极低。但我们不一样啊，我们不会写沈腾，因为没有人会相信。就我们只是写长远爱伦，最后来的是金凌晨。金凌晨为什么每天在呲这个大牙笑？当然能演戏还是很荣幸的，因为和我们搭戏的都是很专业的演员，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有点委屈，因为论演技肯定不应该让我们去演，
但话又说回来了，论说脱口秀，难道应该让他们来说吗？好，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这不是一个段子，这是一个真正的疑问。这是一个处境，编剧的处境。对，我们今天就求来一位老戏骨啊。张绍刚老师，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张老师参演这每次都是那个表情，《长津渡》《西红柿首富》，都说是影视寒冬，但张老师却一直在横店。有句话说：“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也知道原来是张老师在偷泳裤。”张绍刚至于中国脱口秀的重要地位，对，承认自己是天涯四美了，但当年刚被评上的时候呢，他还很不高兴，怒怼网友，说自己从未主动参与被四、被加入、被美，让人很难理解，是吧？对，难怪您演的挺好，还没拿过什么奖，可能就是怕你拿了奥斯卡也会生气。到时候怒怼评委，从未主动参与，被奥、被撕、被卡。属于只有情绪了。对，没有技巧，全是感很情。帅啊，偏偏不接受自己帅。有几年接戏的标准就是要丑、要糙、要看不出一丝美男的影子。您不要看智胜。当时演秦琼的时候啊，要求把铠甲做的生锈，说这样观众就不会盯着他的脸看了。面对这么没有逻辑的要求，导演盯着他的脸答应。严老师，你顶着这么一张脸，就算要求今天穿铠甲，我们也会答应的。他其实这样是最帅的，分手但是这样很真的。喜欢大海，我爱关西城拿了个保温杯，这个保温杯是剧组发的吗？怎么每个人都有一个？我总感觉他刚刚偷了严屹坤的保温杯。网友戏称为大海哥，可能是把张绍刚的喝了。太好了，没人喜欢大海。他们传过来的，一人喝一口。我喜欢亚洲和打一拳，打水域。又喝了，对，又开始喝了。作为演员呢，纪凌尘也有独特的谁动了脱他的保温杯的时候说自己演戏追求的是丢掉前额叶，直冲本能。你说他傻吧？还知道前额叶？你说他不傻吧？他要丢掉前额叶。他说：“哎，我突然间引体向上，然后就坐下了，为什么？”他还说过啊，说自己的高光时刻都在演喜剧，艾伦的赛道可以分他一半。纪凌尘老师演正剧把人看笑了，不叫会演喜剧。这个对他理解难度有点高。我觉得纪凌尘是不太喜欢这种梗，他喜欢前额叶那种梗。说的话我有点想笑，看到后面我又觉得很羡慕，就是这么自信的小朋友，真想用他治一治郭涛。这个大劲了。这期说是影视专场呢，但来的全是演员。前面也说过了啊，本来有一个导演的，但导演临时决定不来，所以这场不好看呢，我们给他报了吧，把那个导演给他报了。毕竟我只是个编剧，能有署名已经很不容易了。谢谢大家，我是鸟鸟。我推举鸟鸟成为我们新的工会主席。鸟鸟挺好的，挺好的。喜欢鸟鸟，他的技巧真的很棒。我觉得鸟鸟真的是艺人来脱口秀的模板，就是哪怕你什么都不会，或者你不了解脱口秀，你肯定不可能学小齐或者学呼兰嘛，因为他们个人化太强了。但你可以学鸟鸟，就是把自己的稿子清清楚楚的讲完。这是开始。我是范季，2期没来了，真的都给我憋坏了哈！再不来，小齐上的都比我多了。你一个电影电视剧都没有拍过，为什么也来影视期啊？你影视什么？你影视真的？影视真的还可以。他现在讲脱口秀越来越来越像脱口秀节奏了。我真的蛮好的，其实。明年上脱3了。现在《繁花》里演，他喜欢谐音梗。我感觉他根本都不会去脱单，他都可以去做那个领笑员。年度全能
跨界巨星奖。这个奖很厉害的啊，24年首次设立我就拿到了，本来很开心的，结果25年啊就没有这个奖了。为我设的奖啊，他就发一次。跟入围世界杯其实是一样的。范老师有很多荣誉都是对拿一次就好了。颁奖啊，如果不给我这个奖，我要到对面去尖叫了。尖叫之夜，尖叫之夜。好了，让开你。观众什么都接得住啊，这些观众。观众知识面蛮广，范老师演的也好。什么足浴？哎呦，自己气口抓的也蛮准的。还能泡一部戏啊？什么？泡脚是什么东西？足浴不是足浴啊，足浴可以。现在还有智胜，和严屹宽一样，也是靠脸吃饭的。客串过很多电影，有的观众还说看不够，那都算好的了。很多观众都找不着啊。后来人家正儿八经当主角，演了古装剧，没搞懂，豆瓣评分4.2分。哟，这下好了，让你们说看不够，这回看够了吧？看完就说够的啦，只是我们错了。什么意思？你突然上去，什么意思啊？这样你也别灰心加在一起分数没超过4，大侠客行不通4点几分啊。所以以前说看智胜看不够，评分2.9分。你到底什么水平，郭老师？专业的搞成这样不容易。郭老师，人家也踢球的，说从8岁开始踢球，踢了40多年了。足球简直是他生命的一部分，真的，我都没有说过这种话。我也8岁开始踢足球，踢了40多年，我只想说，综艺简直是我的生命一部分。有点借着玩笑把真心话说出来了。现在我还见过，当时感觉蛮谦虚的。听说现在人也在做短剧的这个制作人，我也想拍短剧，李真，直接要有没有合适我的？拍个像什么重生之国足队长，世界杯冠军就是他，手往后一背，这个就是还是这个顶，都是你肯定懂。是圈越来越，范志毅非常适合做 monologue， 有些专业演，就中国如果有一个 daily show， 就应该让范志毅来做。好自己，可不就让我们闯进来了希望以后有戏还来找我们。不能保证多好，金晨头比严屹宽小。最令人失望的，可能还得看人家专业的。谢谢大家，我是范志毅。好像严屹宽现在穿一个西装是可以把他的头身比拉一拉。范志毅挺好的，我觉得格子是这一季最出色的编剧之一。他已经成为了范志毅的新的魂器。格子是范志毅肚子里的蛔虫，因为他很认真的研究范志毅老师的气口，同时做到内容上更新，就挺难的。而且其实范志毅的嘴是最适合说公用素材的演员，就是那些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然后由范志毅来吐槽，吐得最精准。所以我觉得格子挺不容易的。主要是格子是一个山东人，现在已经是半个上海人了，半个上海人。我觉得雪晴的我还蛮期待的。对，出生之大，对，雪晴是不是瘦了？感觉。大家好，我是李雪晴。哎，物是人非啊！雪晴当时是扶着卖价讲出圈的，现在她的咖位已经没有卖价了。也很久没有录过这么不红的节目了。来之前呢，我就给我的经纪人看这期嘉宾的阵容，我说你看看有没有什么我需要注意的问题。我的经纪人说我就一个问题，小齐是谁？小齐是靠着这个节目成为知名脱口秀演员的。小齐可是我们的 Talking， 给剩子三更王进去了。扩招。影视圈找智胜，他本意是想出奇制胜。智胜演了几场戏之后，影视圈说出去制胜。我跟剩子呢一起演过一些小品，台词真的很差。就是我站在他面前，他嗓门又那么大，但我一个字都听不清。
他还好意思说人家纪凌尘用牙演戏，他好像刚拔完牙就来演戏，那麻药全打舌头上了。打着纪凌尘麻筋上。剩子的高情商就是拍马屁，我作证，徐志胜真不是，他骡子也拍，驴也拍。是我们娱乐圈绝无仅有的一位臀部演员。今天呢，不仅有臀部演员，还有牙部演员。众所周知，在影视圈当演员有一个大忌，谐音梗都找。而且最令人想不到的啊，他不光学表演，说最近为了提升自己，还可以出来哲学。哦，我说你在学许晴的稿子只能学晴讲。最近在看加料。哦，这个都能马上懂啊。哦。你让观众评评理，你说你荒料不荒料？这个第一遍都能马上懂，我觉得太厉害了。最近研究哲学，那么今天我考你一道哲学界的经典问题：说影视行业有一辆失控的列车，左边轨道上绑着纪凌尘，右边轨道上绑着徐志胜，请问，随便压过去一个，中国影视行业能进步多少年？这也是。常用常新，不是，他是属于他是为了纪凌尘，他陪出去自己一个朋友，因为这个段子比较重，他就只好徐志胜。那边放5个徐志胜，是不是答不上来？对，答不上来，因为你现在学这些有点太超纲了啊。这么多年了啊，严屹宽老师的角色一直跟帅哥有关系，而郭涛老师的角色一直跟帅哥有血缘关系。为什么他能演父辈的荣耀？因为他从小就长着父辈的容貌。真是每句都很脆。OK 呢？严屹宽老师虽然在颜值上占了一点优势，但是他得便宜还卖乖，到处跟人说。哪天我皮囊被毁，就是我成就大业之时。皮囊被毁能成就什么大业？你要真的，他接在后面比较好。他接在后面比较好，真的是因为如果严屹宽这时候再在后面说这句话，哪怕加一句找补说，我不觉得有什么重要，基本上找不回来了。我真没想到有人的愿望是自己皮囊被毁，早知道你有这种需求，刚才应该把你绑铁轨上。但该说不说，还是太遗憾了，你还是来晚了几年。你要是早几年来呀，我能亲手帮你。那时候呢，我自己就有一辆列车。太聪明了，他在搞这些。这2年呢，我也是演了一些戏，也有一些争议啊。网上说我的角色都是一个类型的，确实，我演啥都是东北人。那就像范志毅老师演啥都是上海人。张绍刚老师演啥都是膈应人，虽迟但到，虽迟但到。啊，张老师没事啊。哦，就是我。今天我到这儿来啊，一看这座位，这边是影视嘉宾，这边是脱口秀演员。我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又给我分这边。但是我挺感动，他简单就像我走了多远，拍了多少期脱口秀，永远给我留着一席之地。谢谢大家，我是刘杰。应该是 Talking， 我觉得。对，肯定 Talking 了。我感觉是，而且确实好。然后时隔多年再看脱口秀，雪晴表演脱口秀感受如何？我是觉得就是聪明人干什么都会干得很好，而且聪明人干什么都会在学习经验。我觉得雪晴的表演比以前好了，就是比以前那个对脱口秀大会的时候，我觉得他表演又进步了。真的，我觉得就是雪晴是真的用到所有机会和就是他的精力，他都没有白用的那种人。我们第一次看雪晴的时候就感觉到的，因为他那时候怎么刚来说脱口秀，所有人就惊叹于他怎么会那么快的说得那么好嘛。我觉得就是会找经验，善于总结。我相信他去别的地方也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你们觉得演啥都像自己是一种缺点吗？对，虽然我们严屹宽有说这一点，但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其实脱口秀最重要的就是要把你自己演好。对，脱口秀是演啥都像自己。我们那个严屹宽，我觉得他是有资格这样说，因为他的领域是一个，他自己在前台里有说过一句话，他说
做演员最重要的是要无我嘛，为角色服务。对，他说他不太适应脱口秀的节奏，是因为脱口秀在上面要把自己的真实人格亮给观众看，他反而会有点不安全感，因为他这么多年比较喜欢躲在角色后面，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两个行业天然的一种区别吧。所以雪晴演啥都像自己应该是属于这个行业给他镀的那层金，他带到那边去折射出的一个光芒。我觉得都不能算是缺点，真的。而且好多脱口秀演员其实去客串的时候，大家就是需要他的那种，我觉得是不是有一种类似于特型演员的感觉，对吧？对，就是，对啊，他就是需要。本身你找跨界的人就是。是的。你这样说，范大将军也是特型演员。是的，是的，其实是特型演员，他其实就是选角导演，他可能厉害就在这里。哎，总之喜欢雪晴了，真的喜欢雪晴。在所谓的影视寒冬，你们觉得目前赢面最大的是短剧、长剧还是电影？希望他们打作一团吧，然后把赢家放到我们面前。对，严屹宽老师的表达其实跟我们也是认同的，就是其实越是困难的时候，越不用区分的那么细，因为鄙视链这个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严格。如果热闹的时候鄙视就算了，如果大家都很难，现在最重要的还是专注这件事本身吧。整体看下来感觉如何？给到一个人上人。那我给到一个顶级。我整体看下来感觉就是蛮好看的，对，应该是我们每一期录完的至高评价是比我们预想的好很多，对，这期也可以拿到这个评价，对，挺好的。节目马上要收官了，你们希望在最后一期看到谁？哦，我们已经看到了呀，我们已经看到了，对，我想看到鸡排哥。不会吧？不会这么幸运吧？最想看到谁？我原生的偶像就是鸡排哥，我不可能这么幸运的在我写的最后一期里见到我最喜欢的鸡排哥。要是有宋小宝老师，那就更好了。我不敢想，我不敢想，我真不敢想，而且我还想再见到小齐老师，我这次见了7次小齐老师，但我最后一期我难道还能再见到小齐老师吗？我真不敢想。等一下，我们讲了那么久，没有一个人提张绍刚。不管我们写的是谁，反正我们会尽力的让大家看完以后会喜欢他，这是我们的工作。OK， 希望大家更喜欢主咖这个节目吧，也希望大家除了场上的主咖之外，也不要忘记一直在这里的张绍刚老师和他背后的小罗老师。没错，俺也一样。哥哥们说的对。OK， 挺好的。OK， 今天就陪大家看到这里了，下次再见，拜拜。拜拜。